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72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在去年，我给大家推荐了西安的第一代签名鞋，我觉得它是一双非常不错的实战好鞋，价格也非常的给力，性价比非常高。今年在2代刚上市不久，我就下单了这一个鞋款，并且穿它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实战。它的整体表现是令我感觉到比较失望的一个鞋款。在我考虑再三之后，最终还是决定不将它放入到月底的拔草视频当中了。穿它实战 OK 吗？确实也可以穿，但是我并不推荐大家购买这一个鞋款。那这一双鞋在实战方面有哪一些缺陷，会让我叫大家不要去购买这个鞋款的呢？欢迎收看本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它可以打几分呢？西安1代的外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整体的鞋型比较修长。但是这一次的2代就完全是走了另一个风格了，感觉这一代更加符合西安本人的气质。从外观上面看上去，更加像是一双注重保护性的篮球鞋。从外观上面看，我觉得大概率西安的这一个系列会顶替安东尼系列的空缺。从这一代开始，就更加注重稳定性以及保护性。在实战方面，我们还是老样子，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的纹路总体来说还是非常简单的，前掌的中间部位有一个巨型的西安个人 logo， 而前掌的纹路则以这一个 logo 的外圈进行了延伸。后掌其实也是一样，只是中间部位被彩色的泡棉所隔开了。球鞋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是非常不错的，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有着不错的表现。不过我最近打球的场地相对来说是那种比较干净的室内木地板，所以这一双鞋在吸灰方面的表现是否优秀，我不得而知。我大概率估计它的吸灰表现并不会特别好，纹路之间的空隙感觉稍微有一些偏窄。那如果知道这一双鞋在吸灰方面表现如何的朋友，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而在耐磨性方面，这一双鞋是搭载了 XDR 耐磨橡胶的，并且纹路的深度也还算不错，用来打室外场地问题应该不大。而在中底方面，使用了前掌的 Zoom 加上后掌的一块 Air Sole， 鞋垫非常的薄。这一双鞋的气垫存在感是我有史以来穿过最明显的一双。穿着这一双鞋的时候有一种像穿着那一种足底按摩鞋的感觉，非常的糟糕，感觉非常差。并且球鞋中底的中间部位，也就是后跟的 Air Sole 跟前掌连接处的过渡也并不是很舒服，整体的中底舒适度体验非常差。要不是我为了测评，我一定会把鞋垫换掉。而在功能性方面的表现其实还算 OK， 前掌的 Zoom 能够提供给你比较不错的反应性，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而后跟处的 Air Sole 就比较拉了，穿过搭载 Air Sole 球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Air Sole 能够提供给你比较不错的舒适度，但是它在舒适度方面已经是拉了。缓震的话，大家就不要对它有太大的期望了，高于150斤，对于缓震有要求的朋友，它的缓震水平绝对是满足不了你的。用脚后跟落地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震脚的感觉。我给这一双鞋的中底总结为拉胯或者是糟糕。鞋面也是同样，鞋面也非常的糟糕。穿上这一双鞋的第一感觉就是它的后跟处的小枕头会有明显的顶跟腱的现象，不过这一点在实战的过程中就感觉不到了。但是开始实战之后，你就能明显感觉到它的鞋面锁定做的是非常差的，鞋脚一体性非常糟糕。虽然上一代的西安1代在前掌也偏宽一些，但是它的球鞋中段锁定做的是非常优秀的，动态锁定做的完全没有问题，根本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而这一代的鞋楦也是有一点偏宽的，不过它的鞋面调节范围是非常大的，脚型适配性非常高，看似牛逼，实则垃圾。这一双鞋的鞋楦，不管是在前掌还是中部的鞋楦，都是比我的脚要宽一些的，有着能够明显感知到的宽。即使鞋面的调节范围再大，把鞋带拉得再紧，紧到已经要出现那一种血液不流通的情况了，在做一些急停动作的时候，依旧会出现顶脚趾的现象，体验感非常差，真的非常差。包裹的整体表现真的令我非常的失望，并且在实战比较久了之后，这双鞋的后跟处这个包边的地方会把跟腱顶得非常痛。包裹的总结也是拉胯以及糟糕。
而在鞋面的强度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大面积的皮质材料使用，加上中底橡胶全方位的上翻，以及球鞋在前掌受力点位置有着明显的加强，让它在侧向支撑方面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不管做什么动作，鞋面都能非常好的兜住你的双脚，并且较硬的大底橡胶加上中底内部置入的这一块 TPU， 强度也是非常不错的，让它的整体刚性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而后跟处的硬质鞋面加上内部硬度非常高的钢宝加持，让它在后跟处的支撑也表现得非常好。不过它在足弓处的支撑是略微有一些欠缺的，球鞋在足弓处做出的内收幅度是非常小的，甚至可以说是没有的。穿它打球时间久了，还是会出现明显的足弓疲惫感。看来要选择这一双鞋啊，换一副鞋垫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而在稳定性方面，它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这也是这一双鞋身上为数不多比较优秀的一个地方。球鞋的整体重心并不高，并且大底非常的宽大，再加上前后掌都做出了明显的防侧翻角，让它在稳定性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穿它在实战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不放心，安全感是非常足的。在重量方面，单支42.5码的西安2代重量是412克，在重量方面的表现也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水平，但是考虑到它的定位还是更加偏向于保护以及稳定的，那这样的重量表现也还算可以理解。这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分6.7分，这双鞋的舒适度非常的糟糕，它与你的双脚接触到的每一个部位都会让你感觉到不适。我的个人观点就是能不买就不买，即使价格以后下探到400左右，我觉得它也并不值得购买。但是如果你一定要买，那我也不拦着你，打球可以吗？确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建议你购买了之后一定要换一副鞋垫，不然真的是不舒服，不舒服到你不想穿的那一种地步。舒适性真的是糟糕他妈给糟糕开门，糟糕到家了。如果你一定要购买这一个鞋款，那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5还是非常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大家有空来做 Peace。